欢迎收听华瑞投音观点。你想象过吗？坐在办公室吹冷气的工作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，而那些需要流汗、需要亲自到场的劳动力却成了市场上最抢手的资源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高盛研究团队在最新的报告中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全球劳动力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洗牌。办公室内有超过45万个职缺已经被人工智慧彻底抹除，而与此同时，却有30万个现场服务职缺急需人才填补。华瑞认为，这场变革不仅仅是科技的进步，更是资本效率与劳动力结构深度博弈后的必然结果。如果你还认为人工智慧只是城市设计师或设计师的工具，那么这份来自顶尖投行的数据将会彻底颠覆你的认知。高盛最新发布的美国每日经济研究报告中明确指出，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持续普及，目前的就业市场正出现明显的结构性错配现象。目前的情况是，市场上正出现太多的城市设计师，却没有足够的修缮工人。尽管目前的行业与周级别指标显示这种错配情形尚属温和，但高盛透过最新的职位空缺测量方法发现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组成已经与2019年完全不同。办公室类的职位包含销售人员、资讯服务人员以及行政支援人员。这些人工智慧最先进入的领域，职位空缺竟然减少了45万个。相反的，需要到场服务的生产职位，如医疗保健、食物准备与维护工作，职位空缺反而增加了30万个。华瑞认为，这项数据反映出一个现实：当数位世界被自动化占领时，实体世界的服务价值正在被市场重新定价。高盛进一步分析了不同职业对人工智慧的暴露程度，并将其细分为替代效应以及增强效应两大类别。高盛指出，那些核心任务可以被人工智慧完全自动化取代的职业，也就是所谓的高替代暴露职业，职位空缺数量已经大幅下降，远远低于疫情前的水平。这些重灾区包括电脑职业、业务运作、行政支援与销售领域。高盛在报告中提到，数据显示，当某种职业的人工智慧替代分数增加1个标准差，该职业的职位空缺数量就会相对于2019年的平均水平减少 12%， 这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数字。华瑞认为，这种现象说明企业在面对可以被数位化工具取代的职能时，招聘意愿正在出现趋势性的萎缩。然而值得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接触人工智慧的职业都会面临职位消失的命运。高盛观察到，有一部分职业属于高增强暴露，这些职业的核心任务只有一部分可以被自动化，其余部分仍需要人类的判断力、创造力或者是人际互动能力。高盛的数据显示，这类职业的职位空缺下降速度相对缓慢，目前仍维持在2019年的水平。华瑞认为，这正是在投资与职场规划中最需要关注的关键分野。当你的工作内容包含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时，人工智慧反而成了你的助手，而非取代你的杀手。高盛在报告中还使用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词，他们认为人工智慧的第一阶段部署在时间点上表现得非常幸运，因为这场技术革命刚好发生在那些人工智慧暴露程度最高的职业，原本就处于严重劳动力短缺的时期。高盛指出，这导致了劳动市场的错配指数从2022年的峰值持续下降，目前甚至已经低于疫情前的水平。也就是说，人工智慧在某些领域替代了人类，但因为那些领域本来就请不到人，所以反而帮助市场恢复了平衡。高盛测算发现，如果没有人工智慧的影响，目前的劳动力错配指数将会比现在高出 0.02 个点位。华瑞认为，这种短期的幸运可能掩盖了深层次的劳动矛盾，因为这意味着目前人工智慧只是在填补空缺，而不是在真正的排挤就业。但在关键数据的变化趋势中，高盛也发出了预警，虽然目前错配率在下降，但下一阶段的人工智慧部署将会要求劳动力进行更多的适应。高盛透过分析职业级别的职位空缺与失业者缺口，发现电脑与资讯业、生产制造业、清洁服务业以及销售与管理职业对降低市场错配的贡献最大。这主要是因为这些领域过去的劳动力缺口过于巨大。华瑞认为，当这些原始的短缺被填平之后，人工智慧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将会从填补空位转向直接竞争。这对于所有行政与销售从业人员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必须正视的信号。高盛在报告中强调，这种从办公室职位转向现场服务职位的趋势，在数据图表上极为显著。具体来说，
医疗保健实践领域的职位空缺比2019年增加了约10万个，实务准备领域增加了约8万个，工程与维护领域也分别有6万至7万个的成长。相反的，销售领域的职位空缺相对于2019年大幅减少了将近20万个，资讯服务领域减少了约14万个，行政支援则减少了约10万个。高盛认为，这清楚界定了哪些职业正处于人工智慧的射程范围内。华瑞认为，这种结构性的偏移不仅仅是单纯的供需调整，更代表了企业在进行数位转型时正在重新定义生产力的来源。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部分，高盛指出，目前的模型是基于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与外部职位空缺平台进行分析。虽然目前看到的错配迹象不明显，但这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措施，因为年轻劳动力的适应速度可能跟不上经济需求的变化速度。高盛特别提到，如果人工智慧的替代速度加快，而劳动力的重新培训无法跟上，未来的错配问题将会重新抬头。华瑞认为，投资者必须警惕这种滞后效应。当科技的发展速度超过人类教育与转型的能力时，社会成本的上升将会反映在未来的通膨与税收压力上。综合这份高盛研报的所有资讯，华瑞认为，我们正处于一场宁静的职场革命中。人工智慧虽然在初期巧合地解决了部分行业的缺工问题，但这种红利期可能即将结束。随着技术从单纯的辅助转向深度的职能替代，办公室白领阶层的职缺缩减将会成为一种长期的结构性常态。对于投资者而言，这意味着必须重新评估那些高度依赖人力行政服务的企业成本，同时也要关注那些具备不可替代实体服务价值的产业。因为当数位生产力趋于饱和且廉价时，具备温度与实体触感的劳动力反而会成为最昂贵的稀缺资产。这份报告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是，在人工智慧时代，最安全的堡垒不是躲在荧幕后的逻辑运算，而是那些必须到场且无法被演算法编织的真实劳务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